加了oil cooler就没事了。哇，一档切二档会有那冲劲哦，看，有力有力。哇，车子动态太定了，稳定稳定。又是 Rider， 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BOV。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Part 2冲上云霄系列啦。上个视频我是试驾这辆 CVFT 2.0S， 如果还没去看的话呢，点击右上角去看。现在就不介绍这辆车太多，我们把它开上云顶再说。因为这辆车的操控据说很好哦，还有动力很好哦。但是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，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。话不多说，上车 ，Let's go。原装动力加了一点 Ultra Racing Bar Michelin PS5 的轮胎215/45R17寸，原装卡钳，什么都原装，除了用上好一点的轮胎，操控还有会比较好一点。哇，这种闹钟声，只有我会欣赏吗 ？FD 呢，真的是一个战斗型满满的车哦。FB 我觉得它比较偏家庭用了很多。OK。这一代 CVFD 跟 FB 的分别呢，就是后悬挂是一个 Double H1，F-Boy 呢是一个multi-link的，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操控很好，然后悬挂都是真的是啦，我有感觉到偏硬了，所以刚刚在某一些方面录物评的时候呢，我很明显感觉到哇，连我的屁股都，因为它的它的那个车包来说。发泡棉都是比较偏硬的嘛，所以在一些不平的路来说，我的屁股都有感觉。OK， 那这辆车是一个2.0公升宽 compressor， 开一点窗，2.0公升的自然吸气的 K20Z 4缸引擎，然后它拥有着155匹马力，还有188的牛顿米哈，所以要在4500转的时候呢，才会有产生最大扭矩的。我很喜欢这辆车是什么呢？它的操控真的是好之外呢，它还配上了一个 Michelin PS5 的轮胎，所以我会很有信心在过弯的那一方面哦。好，现在是 Sport 的这个模式，我现在是用换挡拨片，直接是manual mode 福利的啊，到了红线都不会自动升档的那一种啊。刚刚车主亮青灯，他叫我尽量踩这辆车，唉。这辆车我也觉得会发挥到很好啦，当然我们也是要看一下那个水温有没有上。车子动态不错哟。body roll 没有这么多诶。哇，很棒很棒，真的很棒，比起 FB 差天差地耶，我感觉到在过弯上面。Happy revving bro， 在高转的声音是的确蛮好听的，但是如果你说5阶5转会有一点声音不一样，是有一点点的感觉啦。但是你说开 deck 的那种感觉就没有啊，因为它不是 high cam 嘛，它不是 Type R bro。哇，刹车还不错哟，踩下去
有力道，有力道，感觉容易蛮拿捏的那个刹车。我才碰这辆车多久？才不到1个小时。太好了！把它的那个轮胎的胎噪跟隔音比较差了一点，所以一直听到很多那些这辆车如果是2.0呢，像这一辆呢，它是一个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啊。如果你是1.8的话，它是 hydraulic， 所以 hydraulic 我感觉到在某一个上面来说，低速的话会比较重哦。所以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不输，它反应也是很快，高速上面还可以。哇，那个沙嘎真的是吓死宝宝了。不要走车的 lane bro， 你是摩托来的。我刚刚有重踩了刹车一下啦，我感觉到它的 brake pad 哦，应该是原装的啦，所以有一点不耐热的感觉。我踩也不是踩很久，我就是重踩了一刹那，然后现在它的刹车好像没有这么有力道了，brake pad 热了，要升级哦。这边可以开一个 compressor 了。哇，以刚刚那个动力来说，我真的是蛮满意的。加上它的操控，哇，真的是跟 FB 很大分别哦。我真的是听很多人说，我不信，我试驾了之后我才知道，真的要试驾的时候才知道。动力来讲，真的，如果你比起 FB 的那个 Single Override Cam， 这个是 Double 嘛，双凸轮轴，感觉到这个会有力一点点，但没有讲太大分别。但是我是觉得它的操控真的是很棒，悬吊是偏硬啦，真的是。喜欢它的这个仪表，真的容易看。OK， 刚 compressor， 我们又要继续攻顶了。车主跟我说啊，他平时上云顶哦，他的水温会上到大概101度左右啦，水温大概是这样，偏高哦，这辆车的水温。那是 K24哦，我加过，哇哦，134度哦 ，K24。加了2cooler就没事了。哇，一档切2档会有那冲劲哦，看，有力有力。直接上到7000转了没有？虽然它的红线是说是在6800。如果不要水温这么高，我觉得可以换一下 thermostat 啊。现在开始在跌了，风扇开始在走。啊，遇到2辆摩托，啊，有一点
在后面来了 GDI Mark 7.5 Performance Pack， 在我的后面呢。啊，我真的要超越它，我不可以啊！一直在后面听它的声音，很烦人。哇，够力超啊！哎呦，刚刚以为他要去左边听。Hey bro。哇，这次动态太定了，稳定稳定。VSC 没有这么作怪哦，还肯去哦。哇，太棒了啊！不是夸张啊，真的不是夸张，很棒，原装哦，悬吊原装哦，只是加了1.8而已哦。所以我说换上一个好轮胎是必要的，真的。如果他今天车身这么动、这么定啊，不配上一个这么好的轮胎，真的是你会感觉到一直在那边推头。这轮胎帮助性很大啊，它推头没有这么严重。虽然它维持前驱车嘛，都是偏推头的嘛，它的尾巴都是蛮听话的哈。后面是 double wishbone， 再来试一下这个弯。对，拿错 line 就是这样的了，没办法，因为有车顶着。方向盘 good 啊，很直接。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能够调到升降，也觉得很不错。刚刚我想降一档，它不给降啊，整个转速比较低的时候，它才肯降。哎呦，2.0有力哦。要不是车主亮青灯的话，我都不敢试到这么极限，很极限哦，不错，我很喜欢嘞。要不是二手价5万多块哦，买一个2.0的10多年的车啊，我觉得蛮值得玩啊。如果你有budget，觉得可以接受这个能力里面，I mean 我的意思是说，在能够你的能力接受范围里面呢，蛮好玩的，可以玩。如果这个变速箱比较多问题啦，如果到一个年龄有问题的话呢，可以考虑一下手动挡，可以去换。我看到最近很多人 FD 啊，去换1.8的话，2.0的话，他们都去换那个 manual。啊，你看没有降1号档的话，就转速会比较尴尬一点。
调的是，给他知道我来了，要不然他好像没有看到我在后面这样。哇，车身动态真的是很棒啊！我要左右怎么都可以耶，反应又快嘞。OK， 其实它的反应快，除了你的方向盘的反应要快之外呢，车身动态也是要好。所以我这两个方面来说，我都是称赞的。好，那开到来这里可以关窗了。好，那如果你问我这辆车的驾驶体验怎么样呢？我可以说真的是很棒啊！除了舒适性比较差之外，隔音啊，它的这个悬吊比较偏硬啊。如果说你是买家庭用的话呢，我觉得这辆车不太合适啦。说真的，你可以考虑一下 CV FB 的价钱呢，没有贵多少而已，可能那几千块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这辆车有多好了？二手价 FB 呢，可能新一个2年就一个6万多块，真的是没有差多远。我就不要说这辆车比起 Artis 啊什么，毕竟我是没有试驾过同一个年份的这个 Artis。如果你问我它跟 FB 差得远吗？我跟你说很远，在哪里？第一个就是它的方向盘的反应，虽然 FB 没有说很差，也是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， 但是它是偏舒适的，它的转向幅度呢会比这个大了一点点的。FD 呢也会比较直接，过弯的时候我要讲，我的车是很容易就给它摆动了的。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 Double Wishbone 后悬吊，哇，一级棒！我跟你讲，真的是有分别哦。虽然我不是说毛地令差，比较复杂的悬吊来说，它多一个支撑，不是更好吗？对不对？动力来说，两者的差异没有很大，真的。但是可能今天少载一个车主啦，我觉得 FD 比较有利一点，变速箱反应也是很棒，两者的反应都是差不多的，变速箱。没有差多远。讲了这么久的 CV FD 呢，我终于有一天把它开上云顶了。要不是我敢在 CV FB 的影片开始问有没有车主肯借哦，David 都不会出声吧 ？David 直接问我，哎，你在找我吗？真的是很棒。这一期的 CV FD 呢，终于开上山了。关注车主的 IG 哦，非常感谢车主 David， 虽然他比较害羞，他没有露脸，但是我非常的感谢你，让我们观众看到 CV FD 在我频道上面出现。Luffy X1， 其实这个很好哦，水温大概上到101度之后，它会跌下来，跌到96，然后再上到101再跌。然后这个频道里面又多了一辆Legend， 哇，我觉得这辆车真的是一个 Legend 诶，可以这样子讲啦。FD 很有性格 ，F-Boy 呢就比较家庭用啊，比较整个车软这样。这辆车很有战斗风味，驾上来真的是不会让你失望。不要看着我的车牌这样，为什么啦？给我朋友做断的啦。好了，非常感谢今天有 Jared、Golf GTI 还有 MyV 陪跑山路啊！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，拜拜。